指标性经典的泰国景点，非玉佛寺莫属。玉佛寺 Wat Phra 这个充满魅力的历史性地标，建造于1782年。玉佛寺体现了泰国古代建筑和艺术的特色，被誉为泰国佛教建筑、雕刻、绘画的艺术瑰宝。玉佛寺整个建筑宏伟堂皇，屋宇亭榭，高塔长廊，金玉璀璨，宏伟壮观，几乎集中了泰国各佛寺的特点，是全国最大的寺庙。泰国寺庙攻略之玉佛寺 Wat Phra， 泰国最著名的佛寺，也是泰国3大国宝之一，一起了解和分享。玉佛寺位于曼谷大王宫的东北面角，它是泰国大王宫的一部分，面积约占大王宫的1/4。玉佛寺有如一座正方形的9宫格，寺内有玉佛殿、金色舍利佛塔、长经阁、王氏宗庙等等。玉佛寺是泰国佛教最神圣的地方，也是扎克里王朝的守护寺和护国寺。玉佛寺是泰国王族供奉玉佛像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，因寺内供奉着玉佛而闻名。玉佛寺的每个门口都有2尊高5公尺的夜叉神像，驻守在每个出入口的守护神。这些夜叉神像通常站立在宫殿的2侧，作用就类似于中国的门神。根据曼谷观光局的说法，玉佛寺的12尊夜叉守护神是在拉玛3世时代建造的。这种透过巨大夜叉守护寺庙的做法来自阿瑜陀耶时代，而这12尊夜叉是来自泰国史诗《拉玛间》的神话故事，他们都是故事中的夜叉王者或罗摩的对手，象征着他们拥有强大的实力。泰国人相信这些夜叉是善良的守护者，可以防止邪恶事物靠近，因此会在寺庙的入口处建造夜叉作为守护神。这些夜叉都是披金盔甲的武士造型，手持降魔的金刚杵，张着血盆大口，獠牙倒竖，外貌恐怖。每一尊夜叉神像的主色调也各不相同，有红色、绿色、白色等多种颜色，而且每个脸上的花纹也各不相同，这就反映出了夜叉神像的各种性格。玉佛寺的主体建筑是玉佛殿，又名大雄宝殿。殿内正中神龛供奉着帕佛陀大摩尼宝玉佛，简称玉佛，是一尊瑜伽姿势的冥想中的佛陀雕像，由一整块翠绿碧玉雕成，高约66公分，宽约48公分。玉佛像被供奉在11米高的黄金铸成佛台上，其顶上还悬挂有9层金伞保护，两侧分别是代表太阳和月亮的水晶球。玉佛身上披有价值连城的金缕衣，玉佛玲珑剔透，晶莹无瑕，为泰国佛教心中最神圣的大佛，是稀世镇国之宝。
这尊玉佛历来成为印度、斯里兰卡、缅甸、老挝及泰国之间的争夺对象，因为据说它将为主人带来好运。经过一番长途跋涉，玉佛于1434年在清莱被发现，初期是镶在清莱府玉佛寺的佛塔中，后来佛塔被雷劈毁之后，才发现这尊玉佛在内。当时这尊玉佛是被灰泥盖住，而贴满金箔。后来佛像眼部所盖上的灰泥部分开始裂开，才发现佛像原来是整块翡翠而雕制的。据传当时兰纳国王想将玉佛请至清迈供奉，但却被大象运至到了南邦府，这样从1436年一直供奉了32年。最终玉佛像于辗转来到了清迈，在此供奉了85年。1553年，玉佛又被南掌王国夺去后，被供奉在如今老挝的首都万象。1778年，吞武里王国的将军，也即后来扎克里王朝的第一任国王拉玛一世攻陷老挝的首都万象，将玉佛夺回了吞武里，并供奉在吞武里正王寺。在拉玛一世登基后，将泰国首都迁至曼谷时，玉佛也于1784年3月22日被安置及供奉在曼谷的玉佛寺。玉佛会根据不同的季节，如热季、雨季、凉季，换上不同的服饰。热季换镶红宝石的金衣，雨季穿缀有蓝宝石的金衣，凉季则穿一件纯金的金衣。按泰国传统，每年都由泰国国王亲自为玉佛更衣换服，以示尊敬及保佑国泰民安的王家重要仪式。从拉玛一世国王迄今沿袭不变。泰式风格的玉佛殿是整间寺院的中心。玉佛殿是人形自歇山式的屋顶，3层重叠、螭尾的高挑，主殿共有40根四角形立柱。玉佛殿的正面安放着6只铜狮子，守护主殿大门。外殿的墙壁是贴有金花纹和镶嵌小块镜片的。在底座还嵌有112尊金翅鸟迦楼罗雕像。佛教认为迦楼罗是护持佛的天龙八部之一，也是密宗体系中5方佛之北方结魔不空成就佛的坐骑，人面鸟身，寓意法王摄引一切，无不归者。佛教徒因此把迦楼罗视作力量的图腾予以崇拜。迦楼罗是以蛇为敌，以蛇为食的，面呈愤怒状，露齿，头戴尖顶的宝冠，双脚踩蛇，双手擒蛇。一句话吧，大傣族是崇拜鸟和蛇的，而他们在印度教里又是一对冤家。当你经过玉佛寺的门口，在玉佛殿的后边，你会看到一尊雕像，这就是奇瓦格伊王。作为佛陀和印度国王宾比萨拉的私人医生，奇瓦格被授予了崇高的地位，他被誉为古代传统医学之王，也得到了泰国传统医学界的推崇和认可。所以，如果谁想祈求身体健康的，可以来参拜。玉佛殿的北边有一个大台基，台基上有许多金碧辉煌的建筑，由左至右依序为西兰式金色舍利佛塔、纯泰式长经阁、高棉式的碧龙天神殿。高棉式建筑风格的碧龙天神殿高耸矗立，眼前这座十字形的殿庙称为碧龙天神殿，高40公尺，是泰国扎克里王朝的王室宗庙。这是玉佛寺，仅次于玉佛殿的第2大建筑。这座王室宗庙
存有国王拉玛一世到5世的纪念像，于每年4月6日开放参观。碧龙天神殿是由拉玛4世国王所建造，不过在20世纪初一场火灾中毁损，后续由拉玛6世国王修复兴建，而成现在的模样。这座皇室宗庙相当接近现代泰式寺庙的造型，基座是泰式尖峭的飞檐，屋顶则以绿、橘2色的琉璃瓦覆盖。而中央高耸的佛塔是属于高棉式建筑，但是顶端没有收成锐利的塔尖，而是接近手指朝天的形状，十分特别。在碧龙天神殿旁有2座金塔，是拉玛一世国王纪念双亲而建，又称双金塔。托塔的为夜叉，塔基有20尊。有看过泰国民族史诗《拉玛间》的神话故事，就知道故事中天神罚夜叉进驻皇宫，守护拉玛王。在碧龙天神殿旁，总共有7对奇纳瑞鸟神柱像。奇纳瑞鸟神是泰国、缅甸、老挝、柬埔寨等小乘佛教地区中出现的。奇纳瑞鸟神是佛祖释迦牟尼身边的动物使者之一，在佛教中也是天龙8部之一。这种神鸟在印度神话中也被称为紧那罗，是象征着艺术、慈爱、财富的守护神。由于奇纳瑞鸟神也是作为财神而出现，所以贴满了金箔，金光闪耀，会带给王朝无穷的财富，这也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。而在泰国，奇纳瑞鸟神有上半身为英俊男子，下半身为鸟，称之为紧那罗；有上半身为美丽女子，下半身为鸟，称之为紧那利。有不同种类，往往都是成对出现。台基中间是长经阁，这座由拉玛一世国王建造的长经阁，其基座是正方形，每一面都有6根柱子，而上面的屋顶一层一层往上堆叠，收敛成一个细细的塔尖，形成一个相当复杂又具归路美感的结构体。这座泰式长经阁经过历代国王的修筑增建，外墙早已贴满金、绿色为底的马赛克砖，在太阳照耀下更显出非凡气势。不仅如此，它最珍贵的是里面有一本由金片制成的佛经，并且在长经阁的4周也有黑色玉佛坐镇。还有5头巨蛇 Naga， 源自印度教史诗《如海翻腾》。长经阁的4个出入口都放置各2尊金色夜叉神像镇守。此外，在玉佛寺区里有吴哥窟的模型，位于长经阁的北方面，是拉玛3世国王所增加的收藏。在柬埔寨的高棉帝国时期，两地的文化经常有交流，且有共同之处。大家从外会先看到这座金黄澄澄的佛塔，玉佛寺最高的建筑称之为勒达纳舍利塔，是由拉玛4世国王所建造的，并且迎来旧王都大城所供奉的佛陀胸骨舍利。而当时泰国佛塔的建造技术来自西兰僧侣的教导。西兰的佛塔源自菩提树叶的形状，佛塔造型简洁。泰国佛塔经过演化，已经看不出菩提树叶的样子，反而注重塔尖的建造，以塔尖越高耸，
越繁复为美，一如这座舍利塔。勒达纳金色舍利塔，经重新修复后，蔚为壮观。泰国史诗《拉玛坚神话故事》。这是根据一个有名的文学巨著《罗摩衍那》（Ramayana） 翻译过来的故事，叫做《拉玛坚》。该故事内容经常可以在泰国的各种艺术形式中看到，深受泰国人民的喜欢。围绕整个玉佛寺的走廊上，共有178幅图画与韵文，这是将拉玛坚神话化为178幅的手绘壁画。从北门开始，以顺时针方向浏览，便是一部完整的拉玛坚史诗壁画。泰国地理位置关系深受印度的影响，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拉玛一世国王钦定的版本，大致上保有原本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（Ramayana） 故事架构，不过将场景置换成大成王国，原本的罗摩王子变成了拉玛王，加上玉佛寺一些主体建筑也是由拉玛一世国王建造，所以整个玉佛寺地区会见到拉玛坚神话故事的踪迹。玉佛寺和另一区的卧佛寺内都有中国神像石雕在内，亦显示建造年代。泰国王国与中国往来的频繁。玉佛寺东侧有一排8座呈一条直线的彩瓷佛塔，外贴中国风格的瓷砖，一共有8种颜色，代表佛教的不同元素。有一说，这些彩瓷是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从中国带来。原本有些怀疑，直到查询郑和2次下西洋，真的有来暹罗及曼谷地区有3宝庙为证。在泰国4万多座寺庙，哪些最值得去呢？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寺庙攻略。换一些泰国硬币，因为泰国硬币背面的图案就是泰国几大著名的寺庙。如一泰铢硬币上印着的寺庙，就是大皇宫内的玉佛寺。这些寺庙历史悠久，有神秘的传说。拿着硬币一一去打卡吧，用钱当导游，感觉寓意一路发财呢。玉佛寺位于曼谷那帕兰路上，每日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30分至下午3点30分。泰国人参观免费，外国游客则收取500泰铢。玉佛寺的门票与大皇宫的门票通用，无需额外购买。如衣着不合规定，在卖票处有沙龙可以租借。非常推荐给大家。大皇宫与玉佛寺主要是两者紧邻，内有泰国佛教、糅合印度教神话故事的壁画，泰式皇家建筑、西式建筑，甚至偶尔还能看到中国神像的石雕。如此多元化的文化特性，就有其造访的必要性。去泰国旅游，不到玉佛寺就不算完整的泰国旅游。Capcom Cup， 谢谢你的收看，请记得订阅泰国攻略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